特斯拉在8月20号开启了2021年的 AI Day， 刨去其他的各种意料之内的产品发布和升级，这次最让我意外的是，特斯拉发布了一个人形机器人，这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意料之外，但却又情理之中。从特斯拉原先的布局和发展方向来看，这个机器人足以让特斯拉的市值再翻一番。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帆，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特斯拉最新发布的 Tesla Bot， 这个看上去还有些许诡异，但是却又十分具有未来感的人形机器人。第一部分我们来聊一聊 Tesla Bot 的基本参数。Tesla Bot 身高1.73米，体重56.7千克，相当于一个比较偏瘦的成年人体型。行走速度最快可以达到8000米每小时，能够载重18千克。Tesla Bot 的本体使用多片白色材料拼接而成，手部关节与人类相似，指尖关节处有着灰色的硅胶材质作为缓冲。它的肩部、头部为黑色，但是除了面部和头顶以外，肩膀以上的黑色部分进行了镂空。这样的设计我估计是为了散热而考虑，同时为内置扬声器提供了开孔的空间。除此之外，这样的设计还看上去非常的具有未来感，让它一下子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东西，从而降低了人们接受起它的心理门槛。Tesla Bot 的脸会成为显示用户信息的屏幕，屏幕基于视觉的神经网络，采用多任务学习 HydraNet 神经网络架构，翻译过来就是九头蛇神经网络，颇有科幻电影的感觉，并采用 AP 的摄像头以及 FSD 的全套计算设备，其内部装载着拥有超级算力，能够实现每秒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 Dojo 芯片。让我们来聊聊 Tesla Bot 的应用场景。Tesla Bot 在设计之初就遵循了一个指标，那就是一定要友好，所以在整体的设计上，各项指标都要弱于真实的人类。可以载重21千克左右，拉举68千克左右。在物理层面上，这也是为了确保它对人类无害。要是真的干起架来，你可以压制它。它主要可以帮你做一些提东西、做家务，当代驾帮你完成一些日常的任务。而马斯克设计这个机器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代替大量的重复性体力劳动，以及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等待着开发。第三部分也是这期视频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Tesla Bot 的出现到底是真的有实际的实力支持，还是只是希望博得投资人眼球的噱头？先说结论啊，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 Tesla Bot 的，也相信它是很快可以成为现实的东西。因为一切的先决条件，其实马斯克早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布局了，现在只不过是即将成熟的爆发期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要想彻底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话，还得从机器人的底层架构来分解说明。在我看来，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加机械的结合，就是一个拥有强处理能力的人工智能，拥有了类人的或者非类人的机械外形。所以发现没有，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智障还是智能。而决定人工智能能力强弱的有3个关键因素，分别是数据、算法和算力。而这3项，特斯拉每一项都很强，几乎都是世界的顶尖水平。先说说数据这个因素，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但是在这次的发布会上 Elon Musk 直接点明了 Tesla Bot 会搭载着 Full Self-Driving 系统，而这个系统正是特斯拉电动车自动驾驶所使用的技术。而 Elon Musk 这次直接将 FSD 系统直接从车上移植到了机器人身上，而 Elon Musk 也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儿。早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知道 Elon Musk 会把 SpaceX 的回收火箭上的外壳材料重复利用，从而使用在特斯拉的车身上。我当时就感觉马斯克绝对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用天上飞的火箭上的材料去造地上跑的汽车，这绝对是降维打击。而这样的事情又再一次的在 Tesla Bot 上重新上演了。这也就是为什么 Elon Musk 当年一再坚持在自己的 FSD 自动驾驶系统上面用大量的来自真实世界的数据来进行训练，从而搜集大量的基于真实世界的数据。这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数据量上就绝对是降维打击了。当别家厂商的机器人还在为自家的机器人没有足够多的数据而发愁的时候， Tesla Bot 可以每天、每小时、每分钟源源不断地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特斯拉汽车所上传回来的数据，用大量数据迭代自身的模型。顺便说一句，如果说现在特斯拉单用摄像头就能达到现在的自动驾驶水平的话，那么等到真的上了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的结合方案，其他的电车厂商才是真正的需要担忧了。
Tesla Bot 单从人工智能的数据量上，就可以说是对市面上已有的机器人公司的绝对降维打击了。之后咱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关键因素——算法。其实，在这一点上就要联系 Elon Musk 的个人背景了。Elon Musk 早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成立了 OpenAI， 这是一个非盈利的人工智能的研究组织，而且聚集了许多全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方面的科学家。它的总部位于旧金山，与 Elon Musk 的另一家公司 Neuralink 在同一办公室大楼。2019年7月22日，微软投资 OpenAI $10亿，双方将携手合作替 Azure 云端平台服务开发人工智能技术。2020年6月11日宣布了 GPT-3 语言模型，这个便是现在通用的人工智能语言训练模型了。其实不难发现 OpenAI 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人工智能水平的发展，就连现在通用的 GPT-3 人工智能语言训练模型都是 OpenAI 所制定的，那么其技术的先进性就是可见一斑的了。Elon Musk 可以坐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福利，可以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 AI 算法来训练他的 Tesla Bot 模型，所以 Tesla Bot 在算法层面上也是世界顶尖的水平。而最后这次随着发布会 Tesla Bot 一起发布的还有超级计算机 Project Dojo 以及特斯拉自研的第一芯片。这个第一芯片可大有来头，性能非常强劲。根据发布会给出的数据来看，7纳米工艺的单片第一芯片就已经超出了现在市面上所有人工智能的芯片。这个纯机器学习的芯片不仅可以单芯片的运用，还可以通过多块组合来使用，因此可以变成一个超大规模的计算阵列。而把25块第一芯片集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算力超强的训练模块组，再把多个这样的训练模块组再组合在一起，它就变成了拥有超过50万个训练节点，每个模块算力达到每秒9000兆次运算带宽，每秒36 TB 的超级计算机 Dojo。 而在今年的 CVPR 2021大会上，特斯拉就有透露，在没有第一芯片的加持下，当时的 Dojo 超级计算机的总算力就能达到 1.8亿，相当于1.8乘以10的18次方，而读写速度更是可以达到 1.6 TB 每秒，在当时就已经是被认为超越全世界排名第1的超级计算机富岳了。而当这样一颗非常能打的芯片在进行组合使用，就像是在最新的苹果电脑上安装了几十颗甚至上百颗的 M1 芯片一样震撼吧。好吧， M1 芯片和它相比起来其实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我这么说只是希望你们可以理解第一芯片的强大之处。简单来说， Dojo Project 超级计算机完全可以号称世界上目前最强的超级计算机，而这样如此惊人的超级算力之后会直接用在 Tesla Bot 上面。 Tesla Bot 拥有了目前世界上最强的算力支持，并且再另外补充一下，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项目会通过 Dojo 这个平台进行测试训练。所以特斯拉这次不管是在数据、算法还是算力，都已经做到了世界最顶尖的水平了。而且相比于来说，在单方面做到领先的公司有很多，但是能够在这3方面都做到如此领先的公司，市面上几乎没有。特斯拉无疑未来会拥有最强的人工智能，而这一点将直接让 Tesla Bot 成为一件划时代意义的产品，其革命性意义无异于苹果当年发布 iPhone 或者最近发布的 M1 芯片。而在投资的角度上来说，我依旧持续的看好特斯拉。 Tesla Bot 的出现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之前也完全没有意料到马斯克在这方面的布局。这3个因素的强组合完全可以把特斯拉带入到下一个人工智能公司的格局中去，而不仅仅只局限于是一个造车公司。现在你还觉得特斯拉只是一家造车公司吗？而在视频的最后，我也想来谈谈人与机器的关系。也许在目前看来谈论这个为时尚早，但是随着特斯拉响亮的打响了第一枪，我认为在不久的未来，各大厂商都会蜂拥推出自家的机器人，就像当年的手机和汽车一样。但是机器人与前者不同的是，这会改变我们人类与机器协作的方式，越来越多的重复性工作将会被直接替代，不少的人不得不直面自己将会失业的现实。人与机器相处的法规也需要逐渐完善。 AI 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生命？通用人工智能又离我们还有多远？未来当机器人成为常态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生态位又需要如何变化？我们的下一代又该如何与机器人相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而随着科技革命的进步，每个人都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探寻新的财富流向，解决各种人与智能的议题。我将在这个频道中持续更新，分享我的思考和应对方式。
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评论，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这期视频。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后再见吧。